送走有情雪雅，李长寿又等了半日。待日暮西斜，太阴星即将在云海之上露头时，东木公带着一队天兵驾云而来。见到李长寿之后，东木公寒暄两句，就拿出了2只宝囊，总共300颗品相最好的蟠桃，禅节2教各100颗，人教也有100颗。这事儿是王母娘娘定下的。言罢，轻轻眨眼，李长寿顿时明白了其中之意。人教有谁呀？除了圣人老爷，不就他和大法师吗？这100颗蟠桃明确就是送给李长寿的。李长寿的心底一阵感慨，但是表面十分的镇定，将蟠桃收起，言道：木公可还有其他的叮嘱？我明日一早就去金鳌岛上。东木公扭头看了眼海神府的大门，低声道：这个有个小问题，也算王母娘娘托付的。海神，你缺徒弟不缺？不是修行传道的徒弟，是谋略智计的徒弟，与人教道圣无关。你要是缺徒弟，只要开个金口，我马上给你送过来。李长寿不由得略微皱眉，低声道：何人能让王母娘娘托付？东木公传声道：东木公传声说，这是一位殿下，是陛下的心头肉，娘娘的掌中珠，不过一直没有对外宣扬。李长寿听后沉吟几声，陛下对此事是什么意思？这事儿就是陛下提出来的。那没事了。陛下有令，我如何能不遵呢？这位殿下在哪儿？我这就去拜见一番。就在外面。东木公转过身，对着大门口招呼一声：龙吉殿下，且进来吧，海神答应了。东木公话音刚落，海神府外便有一名天兵脱离队列，2步跳到门内。这天兵低头快步前行，头戴银盔，身穿锁甲战裙，远看与男子无异，只是稍微的矮了一些。等他到了近前，对李长寿和东木公抱拳行礼，低着的头才慢慢抬起，露出了一张端正清秀，伴着少许青涩的小脸，就如豆蔻年华的少女，若放在凡人中，也就是13、14岁。他一开口，嗓音颇为清脆：龙吉拜见木公，拜见海神。殿下多礼了。李长寿笑着回了个道揖。龙吉虽是玉帝王母之女，且是天庭公主，但在天庭之中并未有对应的神位，算是玉帝陛下的家眷，这般之礼也算是合乎情理。李长寿的心底却是颇多感慨，龙吉，封神大劫后的红鸾星君，又是一位跟封神大劫的有关之人呢。自己和封神大劫当真是剪不断，理还乱了。李长寿的念头转动，少许与龙吉有关的记忆分塔而来，稍微推算，就将自己所知的讯息整理了出来。封神劫难中的龙吉倒是一个法力不低的小高手，占阐教阵营，主动前去相助周武王。龙吉本为天地之女，据传是因为犯了错被贬下凡间修行。相关战绩李长寿记不太清楚，就记得他被某个仙翁和月老所劝，嫁给了他的一个手下败将。他那个手下败将还是个不怎么行的小白脸儿，叫红锦还是什么的。根据李长寿对月老老铁的了解，月老能办出这种没良心的事儿，必然是有什么人或者是势力在背后算计。有关龙吉的大概情况，李长寿所知也就这些了。东木公在旁边道：龙吉殿下，何不现出真容，拜海神为老师？是。龙吉公主轻声答应着，身周泛起淡淡仙雾。待仙雾消散，她身上甲胄隐去，化作了一身浅白色的仙裙，如瀑青丝也垂落下来。此时龙吉的个头比刚才矮了几分，身子也纤弱了许多，已经完全可以用可爱来形容。李长寿仔细的一瞧，这还当真是一个少女，刚开始进入青春期的那种。不过话说回来，
玉帝和王母都算是先天生灵，他们女儿的生长周期是按年算还是按元会来算呢？这龙吉公主少说也有几千岁了吧？这要是在封神大劫还如此少女形貌，那月老老铁和什么仙翁以及那个红锦什么的，这不就是在犯罪吗？啊！哎呀，自己身为玉帝陛下信任的普通权臣，得尽快提出一套完整的天规天律才行啊！龙吉少女向前，对着李长寿盈盈一拜，恭敬地喊了一声：“龙吉拜见老师。”哎，莫要喊我老师，这因果我可轻易受不得呀。公主殿下既然要跟小神学谋略之道，那小神就厚着面皮接下这一份差事。但公主殿下喊小神做海神就是了，莫要老师的。龙吉不由得瞧向东木公，后者含笑点头，觉得李长寿不过是自谦，其实他是真的怕呀。木公笑道：“海神怎么说，殿下如何做就是了。”龙吉公主立刻脆生生地喊了一声：“海神！”哎，李长寿这才满意的一笑，从袖中拿出了几瓶丹药做见面礼。他本以为龙吉公主今日前来只是跟自己打个招呼，走个过场，却不曾想东木公带人离开之后，这位公主殿下就站在海神府的角落中，有些好奇地打量着各处，浑身透着一股子灵性儿。殿下，您……李长寿目中露出了几分不解。母亲让我跟在海神您身边多学多看。这少女笑着眨眨眼，带着少许狡黠。海神，我能在您这住下吗？啊，殿下，实不相瞒。李长寿正色道：“小神在此地的不过是化身，平日里这化身大多是在修行，无趣得很。”海神放心，我也是要修行呢。既然母亲说了让我跟在海神身边，我自是要遵从母亲的命令。海神若是要出门，或是要做何事时，若方便就带上龙吉，若不便就当龙吉不在此地。龙吉就是来做海神您身旁的童子童女，跑腿打杂都是无碍，也断不会给海神招惹因果，增加麻烦，丢了咱们天庭的面皮。李长寿不由暗赞，这位公主殿下一言一行都是颇为之理，言谈举止又有一种自成的气度，落落大方，不骄不躁，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苗子。不愧是玉帝与王母的骨血呀！啊，既如此，殿下不如去瑶池准备一番，明早再来见我。我明日便会启程，前往拜访三教高人龙族龙王。殿下与我一同逛这一圈，也算是结些善缘。多谢海神。龙吉闻言开心不已，倒也并未强求在海神府住下。送走龙吉，李长寿不由开始沉思：陛下这是几个意思呀？若是用排除法，那首先排除一个最荒谬的选项——美人计。堂堂玉帝，三界主宰，又有紫霄宫撑腰，怎么会将视若珍宝的女儿安排去美人计我这么一个小小的海神？其次还应该排除督军这个选项，玉帝和王母应该做不出这般举动，反倒是东木公所说的理由最为可信。这位殿下就是来学谋略，学算计。可这些谋略算计又该怎么教啊？我李长寿不过是做事稳了一点点，考虑的多了一点点，准备的更是充分了一点点，也并没有什么足以教人的长处嘛。我总不能传授龙吉公主思维导视图大法，培养龙吉公主发散性思维吧。李长寿坐在摇椅上也是有些犯难，最后只能够转换思路。还是把这位殿下当作督军吧。如此，李长寿倒是更容易接受了一些，且他平日里作为海神，也没有什么需要藏着掖着的。于是第二日一早，李长寿的心神刚落在海神府的指导人身上，就发现海神府门外站着一道单薄的身影，
这自然就是龙吉了。他在头上扎了个布包，藏起秀发，又换上了一身浅白色道袍布靴，倒也是有点道童的样子。李长寿起身朝着府外而去，门外的少女也连忙起身：“殿下可久等了。”龙吉见过海神。龙吉欠身行礼，又道：“还请海神喊我龙吉。昨日海神您可是说过的，今日起我便是海神您的跟班道童了呢。”啊，那小神就得罪了。李长寿轻笑了一声，将手中的拂尘递了过去。龙吉立刻向前，双手将拂尘接过，像模像样的端在怀中，跟在李长寿的身后。李长寿袖袍一挥，起了一朵白云，当下就带着龙吉朝着兜率宫而去。昨天李长寿想了许久，还是决定将人教这一分蟠桃拿给大法师，让大法师分配。事虽小，却不能够随意代之。然而李长寿未曾想到的是，大法师竟然不在兜率宫中修行。兜率宫前院，小金笑嘻嘻地说着：“嘿嘿，大法师回台清观了，说是有事要禀告圣人老爷。”小银也在旁边：“老君前几日骑牛出去了，也不在宫中。长庚师兄，你有什么难事吗？我们两个也是可以帮你的。”啊？帮啥啊？拿几件老君的宝物下去对着猴子喊孙行者，者行孙。啊，不是什么难事。李长寿笑道，自怀中拿出一只锦盒。王母娘娘拿了一些蟠桃赠与道门三教，我特地送过来。这里面有蟠桃36颗，你们两个可不要偷吃，待大法师回来自会赏赐给你们。哦。小金小银点点头答应，倒也没觉得有什么，蟠桃嘛，天庭出力，兜率宫刚建那几千年，隔三差五就有仙子姐姐们送过来，后来因为吃桃子吃腻了，还拿去喂了青牛不少呢。随后李长寿带着龙吉拜别此地，驾云朝着东天门的方向而去。龙吉公主略作思索，拿了一只玉符出来，在其内写下了一段话。李长寿笑道：“哦，写的什么？”海神请看。龙吉公主将玉符递了过来，李长寿扫过一眼，不由轻笑几声。这位龙吉公主竟然将她刚才对小金小银所说的话语尽数记录了下来，且在其后写了一小段评语。评语写的是：今日海神入兜率宫寻大法师，本欲将母亲所赠蟠桃交与大法师处置，此事虽小，却见海神行事之谨慎有度，不逾矩3字，说者易，行者难矣。李长寿将玉符递了回来，赞叹道：多看多学艺，多想多思难，这般习惯希望你保持下去，今后自可为天庭独撑一面大旗。龙吉有些腼腆地吐了吐舌尖儿，脸蛋微红，小声答应了一句。李长寿又道：走吧，咱们再去金鳌岛。出了天门之后，洪荒还是有颇多凶险，若遇到危险，当以自保为上，小神也会护着殿下脱身。海神放心，龙吉定不会增任何事端。善。李长寿含笑点头，带着龙吉出了金鳌岛，朝着东海而去。他虽然也很想给龙吉开一个补习班，恶补一下稳字经和套路论，但是这些都是他小琼峰的不传之秘，还是不宜外露啊。且龙吉公主身份也比较敏感，与敖乙有着诸多不同，不可一概而论。大法师去面见圣人老爷了。李长寿沉思一二，如此剩下的64颗蟠桃，他就这般闷下了，找一个机会带10几颗回渡仙门，让师傅他们品尝品尝了。半日后，金鳌岛前，李长寿驾云慢行，几名金鳌岛仙人主动外出相迎。龙吉跟在李长寿身后扮道童，也无人对他多关注。
而龙吉从最初的淡定到渐渐有些震惊，再到莫名的震撼，看这位海神的目光也不断变化。这到底是哪般人物啊？报效了天庭，辅佐了父亲。龙吉虽然看着年幼，但是已经修行过不短的年岁了，更是自小在瑶池之中饱览经书，知晓各类秘闻传说。金鳌岛乃截教有名的道场，此地有去碧游宫的路径，多圣人弟子，平日里对天庭理都不理。但是今日海神来了金鳌岛，先是金仙相迎，而后是10天君请宴。若不是这刚从兜率宫而来，还以为海神是截教之人呢。而当李长寿提出他想见截教大师兄通天教主圣人老爷的大弟子，这边10天君还没开口答应，那位多宝道人前辈就直接出现在了金鳌岛上，喊着海神老弟就向前与李长寿热切的相谈。李长寿寒暄一阵，说明来意，并拿出了天庭的赠礼。多宝道人眨眨眼，拿出了一只蟠桃剥开，咬了一口晶莹剔透的桃肉，顿时满嘴清爽，舒服地轻哼了2声。这蟠桃倒是不错嘛，我留些献给老师品尝，剩下这些在座各位同门分而食之，莫要辜负了海神和天庭的心意呀。众截教仙人尽皆称是，但是多宝道人的话音刚落，突然想到了什么。在金光圣母兴冲冲地跳过来准备分桃子的时候，多宝道人又道：多留9颗出来，给海神老弟带上。是，大师兄。金光圣母眨眨眼，禁不住掩口轻笑。大师兄，这还要给回礼不成？李长寿也忙道：哎呦，前辈，这不合适啊。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？